Hello, everybody！欢迎来到今天 Nuendo 另一个精彩的课程。那还记得我前2次的影片讲到关于游戏音效吗？那今天会是我的游戏音效设计的最后一堂课，所以一样我将会使用到 Nuendo 和 Wise 这2款强大的工具来带大家一起来玩，就是 Limbo。地狱边境的经典游戏里面的音效。OK， 那无论你是音效设计新手，或者是资深专家，那我都希望这个教学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见解或者是技巧。当然我也请大家能够给我们频道点个赞，然后来订阅。因为每个月我跟恩光老师都会带来不同的课程。无论是在影视或者是音乐后置上 ，OK， 那首先我一定要先讲到 Limbo 这款游戏。那我相信只要是游戏玩家，就算你没玩过，你都有听过。那这是一款以黑白影像以及剪影艺术风格所呈现的解谜游戏。那在这里面嘞，玩家会扮演一个小男孩，他要经过一连串的陷阱，然后嘞，在这个恐怖的黑白世界里面寻找他的姐姐。那光是你听我刚刚所讲的，这些要点，你应该知道里面的音效风格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嘿，不用担心，因为音效的风格、idea 那些，都是你们自己有的。那你只要 follow 今天的课程的流程，那你也可以自己来玩看看，好不好？那就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直接跳入到 Limbo 的黑白世界，让我们开始我们的音效之旅。OK， 好，那现在你看到我的桌面上有 Audio Kinetic Launcher，OK， 你这个已经是打开来的。然后呢，如果你不太清楚要如何得到这个 Launcher 的话，很简单，你就直接到我上个影片去看，然后拜托一定要 follow 我的流程，好不好？哈，就是从安装到打开来，以及在安装里面，安装的中间你需要做什么样的设定。OK， 在我上个影片我就有秀。Alright， 好，那直接我们就到这个 Audio Connect Launcher， 然后在这个在左边这个底下会有个 White Sample。那在这里，因为我只有安装 Limbos， 所以目前为止它的 Sample 只有看到 Limbo。Alright， 那 Limbo 来说的话，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你可以说 Run Limbos。就是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执行方式，就是点它。Yes, that's Limbo. OK. Alright， 我先把这关起来。你只要点它，它就自动打开来这款游戏。Alright, OK， 好。那当然了，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 Wise 要怎么去做。OK， 我要怎么去打开来 Wise。然后我在里面，第二个我要怎么去寻找我要改变的音效 ，OK， 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嘞，有没有看到这里？这里有 Open in Wise，OK，Open in Wise， 所以我们就点它，然后点它，巴拉冰，巴拉 boom，OK，所以现在这边就打开，这个基本上就是它的界面，但是。Hey, I'm not gonna go through that deeply. 我不会深入的去讲解这里面的界面这些之类的，因为毕竟，我们要去做声音修饰那些之类，我们都会是在 Nuendo。不过我还是会大概讲一下，对不起哈，大概讲一下。好嘞。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这边有所谓的，就是这边它的 structure，OK。heritage，OK， 好，在这边它的 structure 这边，有看到像说 actor mixer，有没有看到这边有 actor mixer？
这些，然后这底下就有像说什么 ambience、voice、environments、hex、intro、menu，OK 啊。不过嘞，这边也有好玩的一个点是说，是如果我这样去做的话，你看哈，我可以先回到这个 launcher，right？我回到这个 launcher 之后嘞，然后我就直接去点这个run limbo，OK。然后当我在 run limbo 的时候嘞，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你可以听到一些杂声，那个是它一开始的 menu 的声音，一开始它的界面的声音。那我可以这样去做，你看哈，点它，然后我点这个 connect to remote platform，OK，或者是旁边有个那个有个快捷键 Shift 加 H。算了，直接点它，OK。然后我点它之后嘞，在这里，OK，这里如果这边打开来没有回应，OK，没关系，我们再 try 一次。我可以先把这关掉，OK，好，我先把这关掉，一样照样把这叫出来，OK，然后点这个，然后在这边就有像说 Limbo，我做 Connected，然后这边会开始做 capturing，我先把这个音效先往下一点，对，OK，这边会有 capturing，那 capturing 是什么东西嘞？我们光是跑的时候，你看一下，我到 profiler 这个地方对不起，layout 这个地方，然后我到audio object profiler，I'm sorry，audio object profiler，我到这边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边就会显示现在正在用的是什么跟什么？OK，那现在它正在跑的就是 menu main first run，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之后嘞，你就可以把这关掉。OK，我把这关掉之后，这边就会秀它一开始它的 menu 是用到它里面 structure 的哪里。所以如果我要这样去做的话，我可以在那边点两下，我先把这个先把这个关掉，然后有没有看到就在这个地方 ？OK，这就是 first run，然后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嘞？它里面有这些，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听。不过呢，在这里呢很简单，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可以说是记得它这里面有个重点哦，就是它里面的这些声音，它的 original 原来的档案是没有的哦，它都是有经过 converted。Wise 它会因为经过 converted 之后，这个声音就会整个压缩，然后这个它的容量会比较符合它里面的就是你不会说一个档案要好几个 megabyte，但是在这里面它就会 convert 压缩，把它压缩更小。OK，好，那在这里嘞，也是比较是说 convert 之后嘞，也比较符合确保它在里面 wise 可以使用。那在这里嘞，你看一下这里，我点一下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点 original 的话，OK，你点 original 的话，然后如果点它，它这边是不会有任何声音的，不会有任何声音。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这边是 play original，但如果我这边是 play converted，我现在先把我这个声音调大一点。OK，converted，然后你看我点一下这个，right，你就开始听到了，right？OK，all right，然后在这边也是一样。这边也是一样，这些有些我记得是有些声音，有些是没有声音。然后我们可以再听一下这些，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OK，好，那我们再听这个。
，right？ 所以它这边是有声音的，OK。然后如果我再继续往这边有个箭头，然后我再继续点它的话，然后这边就会有它里面这个它的声音的，就是它的声音的放置的位置在这个地方，OK。好，那在这里你可以把这个当做是像是个 folder，然后里面有真正的声音在这个里面。但我指的真正声音不是指 original， 我是只是指说它的 converted 在这个地方。OK， 好，那当我们知道该怎么去抓这些东西之后嘞，在这里面我们大概再看一下，这个它的一开始。OK， 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像什么杂音啊，或那些之类的。OK， 那个就是所谓的里面的环境声、空间声。OK， 那其实很好玩的一个点是，你也甚至都有办法可以说，如果你觉得里面有什么声音偏大、偏小的话，你都可以点它，然后都可以把它的，像说我这样 play 一次。Yes，我都可以让它在每个不同的素材让它再小声一点。你可以在这边当做是你自己的mixer，你自己调整，你希望该怎么去做。那不过嘞，在这里嘞，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我可以先建立一个新的。但是其实老实说，我们因为讲过了，我们不会太深入这个部分，而且再加上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 copy。我们可以 copy 其中一个声音，然后嘞把它改名字，然后你可以放入不同的声音。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这个外食该怎么去做了。OK， 好，那这是一开始，等一下我会讲更多。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跳入到New Window 里面去了，New Window。OK， 好。OK，所以现在我打开我的 New Windows 13，然后我们回到 New Windows Hub，在这里面一样照样，我们就是进入到我们的 Template， 然后嘞，我们这边去做个 Create Empty， 我们点它之后嘞 ，Create Empty， 然后嘞，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因为我之前有做过 Limbo Sound Effects Folder， 那我会建议你们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资料夹，然后上面写你的专案的名称，然后它是干嘛用的。所以为什么我写 Limbo Sound Effects，OK， 或者是简称为 Limbo SFX，OK， 所以我就用这个当做是我的，那个主要的工作的资料夹，所以我选择资料夹，OK， 所以这边跳出来，但是切记一件事情。记得就是说，你还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检查。你要检查你的 record format， 在这个地方 sample rate 是48 48，然后来24B， 都是要做检查的。那我这边按 OK 之后嘞，然后我也确认一下我的 Studio Setup 是不是用在我现在所使用的录音界面。OK， 所以一旦确认好之后嘞，你才会把声音丢弃然。OK， 如果你都没先做好，你就把声音丢进来的话，他会问你一堆问题。我在好几个影片里面都有讲到这个，所以千万要注意这一部分。OK， 好 ，All right， 好，那我们现在就到这边来，然后我会做的一件事情嘞，就是我会一样照样我看一下，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开头那个感觉。好，等一下哈，我先把这个往下，但是我先做一件事情 ，Studio Setup， Release Driver when application is in background。我先点打勾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我打勾这个选项之后嘞，那如果我用到其他的软体是需要声音的话，那New Windows不会去霸占我的声音资源。All right， 所以现在我直接按 Apply，OK，然后这边按下 Ctrl+S，Ctrl+S
Ctrl 加 S， 然后我就在这边去 save 一个，我们就 save 说 Limbo， SFX，OK，然后我们就按存档。All right， 那现在就是我们大概要回到Wise 里面去看一下，再大概看一下。我先把这个先最小化，然后回到 Wise 这个地方，然后大概我们跑一下这个它的一开始的 menu，OK， 就是一开始它的开头，所以我点一下 Run Limbo。Alright， 在这个里面，我先大概先静音一下哈，我先静掉 Limbo 里面的声音。所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有这样说有风吹声，然后有一些小小的什么电子的那些声音，有的没有之类的。OK， 那当然我看我们能不能不要说去改它好了。OK， 我们可不可以增加新的东西上去？要改它的话，我在后面我会改里面的音效，我会再教该如何去改。那在这里嘞，我就直接先把这关掉。OK， 好，那我点一下回到我这里来 ，OK， 好，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好，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它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 BGM， 但是它那整个其实它没有 BGM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整个是沉浸式的音效环境声，会让你一听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你在经历这个小男孩所听到的那个环境。那我这边就可以先，这是个人的 idea， 所以反正我们就是把它当做练习，怎么去把东西加进去好了。OK， 好，所以在这里呢，基本上我可以做就是，我可以去抓一个小小的 BGM 进来，那小小 BGM 进来嘞，在这里import， 然后 audio file。OK，audio file， 我们点它，然后我就把这个，OK， 我就把这个小小这个 BGM 把它抓进来，OK， 然后这边来说的话，我这边就我已经在名字上面写了 Limbo Menu BGM， 然后在这里呢，我可以大概看一下，大概确认一下，就是说它的那个什么。它的loop 不会出什么问题。那当然，因为后面有很多的空白，所以 loop 来说的话，应该会就是一直到后面，然后听到一些空白，然后它再开始。所以我们尽量让它紧凑一点。在这里呢，基本上我就是先把它拉过来啊，然后这边这个就是所谓的 fade in fade out。OK 啊，就是让你淡入淡出，然后我这边按 P， 然后嘞，我再按这个做个循环，然后我们可以大概听一下那个感觉。然后在这里呢，因为我想要去搭配它的 menu 里面的声音，所以我也不希望它太亮。我想要它就是融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融在这些风吹的声音啊，或是它的那个像是 radio clicks 的那样子的声音。所以呢，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点这里，这里就是跟这个一样。就是去动它的 equalizer EQ， 那我也可以直接点它。那在 Nuendo 13，其实这个就还蛮好用的，就是我点它一下，它给我个很大的那个graphic， 让我可以看得到。所以在这里呢，因为我不想要它太亮，所以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把高频往下一些。那当然，我们可以在一边 play 的时候，一边再去做处理。
有没有发现到，当我把那个什么这个三，这个是所谓的4是高频，3是中高，2是中低，1是低频。有没有发现我把中高把它放到这边来的时候，这里就是到差不多我们所讲的5K、10K、20K。我知道我正在讲数据，I know，但是呢，有很多个，就是我在之前的影片里面就使用过这些东西，就是我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希望能够就是这样讲好怪哦，不是一而再再而三，而是说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让你们更了解，或者是去记得我们在使用 EQ 时候，我们调到这边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声音，这是真正的重点。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声音？而你想如何去使用这样子的音质的声音在什么地方，那是你个人。所以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只是让你听一下那声音，感觉会变什么样子。所以我光是把它调到这边来的时候，它会变得更亮。你只要把任何一个点调到这边来的话，这边这边是所谓的高频，就会开始亮起来。所以当然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是让它能够再闷一下。不过没关系，因为等一下再看，等一下进去到那个Wise 里面的时候，我们进去到游戏里面再来看到底 O 不 OK。所以看我可以这边稍微闷一点，照样 play。OK， 所以我就让他先这样去做个 looping 好了，对，让他这样去做 looping。好 ，OK， 好，那再来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个东西我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在这里，在 Project 底下有个 Audio Game，这边 Game Audio Connect， 我们点它之后，等一下哈，因为我刚刚已经打开来，我再打开来一次给你看，有没有看到这边？那因为你的外实也打开来了，然后嘞，这个你的外实也打开来了，然后它也连接到 New Window。OK， 如果你发现到这个阶段里面它这边是没有的话，第一点你要检查就是你这边有没有打开来，第二点你有没有打开来这个，然后嘞去打勾它，然后按 OK， 这个底下都不要管，按 OK。然后第三点是不是？你在安装 Wise 的时候有没有安装到 New Window Plugin？ 所以再一次的，就是跟大家讲说，当你再去做安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切记切记切记 ，OK， 你一定要看我上个影片的流程 ，OK， 好，所以这个 Game Audio Connect 打开来之后，我还要再做一件事情，那什么事呢？就是我要到 Edit， 到Key Command。那我要到 Key Command 干嘛嘞？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到一个 Export， 就是输出的功能。在这个里叫做 Export Select Event， 我们会用到它。OK， 那在这里呢，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Select Event， 我这边就打说Export， 然后这边有没有 Select Event？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快速做，就快速做个快捷键，所以我可以说 Alt 4，点它，然后 Alt 4 ，OK。那这边什么 Set Insert Link 的，我这边来说的话就直接 Assign， 因为我很少用到这个功能，所以直接按 Assign，OK。所以 Alt 加4，然后在这里嘞，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 ，OK。All right，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这边 Game Audio Connect 这边已经在这个里面了，但是先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增加，对吧？我们要在外层面去增加一个东西，我们不想动它其他的 element， 我不想动它其他的素材，所以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到这边回到 Wise 里面去，然后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不过嘞，我要先把这个最小化 ，OK， 先把它最小化，然后再到 Wise 这里面来，然后我这边可以再听一下。
OK，所以有听到这些声音，All right，所以我们可以最快速的做法，我们可以做就是我们直接按右键，然后嘞，看一下你是要用到哪一个 Windows Grass，OK，没问题，那我们就用它好了，我们就是按右键，然后这边有个 Copy，然后点 Copy 之后，我们再按右键一次，然后 Paste，然后这边就会出现 Windows Grass 01，就是它的复制。OK，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按 F2，然后这边我就写说Limbo 等一下哈 Limbo Menu BGM OK，然后嘞在这里底下我这样也是写说 BGM， 在这边一开始我就写 BGM， 然后这边就写说不用了，不用写什么，就写 BGM 就好。OK， 好，那我点它一下，然后我听一下。OK，它目前为止还是风的声音，但没什么关系，我们准备要改它了。所以我点这个 BGM 之后，我回到我的 New Window 里面去，然后我特别点开来一个东西给你看一下。然后有没有发现这边就写着说 Limbo Menu BGM， 就直接帮我指定到那个位置上去了。All right，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嘞，就是我们去点它。我点这个东西，这个叫做 Event。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之前所做的快捷键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OK，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我点它，然后我的快捷键我记得是 O+4，所以在这边我就 O+4。OK， 那 O+4这个地方，这边会有什么 ？A separate event, as block event, as one event。那在这里，如果你是有做多于好几个声音，也就是不同的 event 叠在一起的话，你可以全部都选起来，然后选择 as one event。那如果你是像一开始它的预设是 a separate event 的话，你点的那个 event， 你点的声音，如果你有3个声音，我们就说是轨道1、轨道2、轨道3好了。然后你用 a separate event 的话，它基本上就只会去输出轨道1的，因为你是首先选到它，所以在这边无论如何我们就选择是 as one event。目前为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设定。然后在这里 processing 这边有 dry、channel setting、channel signal path 跟 master FX。基本上在这里我们只会用到 channel setting， 为什么？因为我就在这个 channel 里面，这是我们所谓的 channel， 就是轨道。我们在轨道里面有做 EQ 的调整，所以我们就使用 channel setting。然后在这个底下这边嘞，我们先可以这边去改一下它的名字，就写 BGM， 切记一定要改这边，它的预设值一定叫做 untitled， 就是没有取过名的 untitled。所以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然后你一直都用 untitled， 你每次在做输出这些东西的话，它就是 untitled、untitled 01、untitled 02，这个对后续其实也会有问题，因为你上面没有取名，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声音。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也确认一下，我的那个 path 是用到是 Limbo Sound Effects Audio。OK， 那我这边就 export。一旦我做 export 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到，在我工作列的这个 Wise application 是不是开始有亮起来？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点一下，然后点一下这边就会有 Audio File Importer。然后这边什么 audio source， 然后这边它的名字就叫 BGM。OK， 那我这边就直接按 import。一旦 import 进去之后 ，OK， 一旦 import 进去之后，我先做一件事情哦。我现在先回到那个等一下哈 ，layout， 然后我先点一下 user layout 1，然后在这里 first run。
OK，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有没有看到这些红色，然后蓝色跟白色这个点？那在这里嘞，它的蓝色是指说你有 original 的 audio，你有原来的声音档案在这个里面，而白色的是说是你已经把原来的最原始的档案把它去做 converted 压缩，就是转换成外史里面所使用的 format。而红色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说你没有 convert，你没有那个不是 convert，对不起，你没有声音在这个里面。OK，所以它呈现红色的，红色 always 都是警示警告的颜色。OK，所以在这里呢，我这边我大概可以点一下这里，但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我点它，我点这个哦，好，我没点这个，我点这个，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我点它下去的时候，它完全不会 play，它没有任何东西播放出来。那是因为在这里 transport control， 如果你 transport control 不见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到 view， 然后里面就会有 transport control， 然后这边有 shift 加 T， 也就是它的快捷键。那是因为在 transport control 里面，我们这边我先按停，这边我们是选择 play converted。OK， 好，但是我们刚刚所丢进去的那是 original sound， 所以我点 play original， 然后我再 play 一次，塔啦 OK， 但是嘞，不代表说你就让它继续蓝下去。OK， 好，意思就是说你得要把它 converted。Alright， 所以我要 convert 它的话很简单，我就直接点这个 BGM， 然后按右键，然后这边有叫做 convert， 然后当然快捷键有 shift 加 C， 我就点 convert， 这边什么都不要管，直接按 convert， 然后仔细看一下这个我滑鼠这个地方是不是蓝色的，好，蓝色的字我按一次 convert， 然后有没有发现到它现在呈现是白色的 ？OK， 就是已经压缩过、转换过的。OK， 所以转换过之后呢，如果我要去 play 它的话，我这边就不要再点 original， 就是 convert， 跟大家一样，我都是 play converted。OK， 所以点这个之后呢，我点它，OK， 我点它，然后我到 content， 然后在 content，I'm sorry，content 或 content，yeah，either way，potatoes，I don't know，yeah，OK， 好，所以我点 content 或 content，content，all right，should be content，我点它之后嘞，然后我在这边大概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有 Limbo Menu BGM， 然后我有这个声音 ，OK， 然后有这个，然后也有我刚才所放进去的 BGM。All right， 好，那在这里呢，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到 Sound Bank 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 Sound Bank？Sound Bank 按右键。然后在这里，我叫 Generate Sound Bank for Current Platform。OK， 它需要去建立一个 Sound Bank， 才有办法丢进到 Limbo 里面去。然后当你下一次在 Play Limbo 的时候，才会出现你所放的声音。OK， 好，所以这边一样，照样我点它。OK， 所以我这边就按 Close。And 最小化，然后最小化，我先 save 一下，最小化，然后我就直接 run limbo， 我们来听一下。OK， 我这边关掉，但是呢，我刚之前就有讲过了，哈，我之前就有讲过说，
我可以再调整一下它里面的每个素材的音量，所以我回到这边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是在 West 里面去做，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可以直接说 OK 我希望这个声音小一点。这个声音再小一点，那我要小一点，我点它，应该是我听一下，应该是对它 ，OK 好，我这边可以点它小一点点，然后让这个风吹声，我看它要大还是小一点，都一样，你都可以把它再调更小一点都没问题。等一下哈。我先把它弄回来，抱歉，我应该要点这个才对。然后这边可以再小一点，然后在这里嘞，我看一下，然后我这边也可以再小一点点，再看看 ，All right，然后我再听一下，play 一下，因为这是 menu main first run，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点它，然后 play 一次。啊哈。OK， 所以有没有发现到，就是那个音乐好像比较更大声一点了 ？OK， 但是嘿，个人喜好，个人喜好，所以我也可以说点它，我也不希望说它这么大声，那我也就是让它再小声一点。应该要点这个，对不起，小声一点。然后我再点回去到这个 menu main first run， 所以它的 idea 就是这个是管理这整个底下的声音，所以我调整它的大小的话，也就是调整所有的声音，小声一点或大声一点。那如果这个对不起 menu main first run， 所以我如果调小的话，就是所有都一起小声。那我如果我要分不同的素材的话，那我就是依照不同的素材，就是这边，然后这边，我可以点说这小声一点，然后点这里也再大声一点，或者是这些之类，看你要怎么去做调整，OK。然后每次当你做完这些不同的设定之后嘞，那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 Soundbanks 一样照样。我们要做那个 Generate Soundbank for Current Platform， 点它 ，Close， 然后嘞，我们再把它叫出来。OK， 反正你就依照你自己去做调整，你看你希望怎么去做。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改变，就是里面的脚步声那些之类的，我们可以好好玩一些这些小东西。好，所以我们就跳到下一个 chapter。OK， 所以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 Nuendo 里面来。那在这里面呢，我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呢，我需要做一个 market track， 然后在这里我就写 sound effects 放这边，然后我点它，我先把那个循环先关掉，我点它之后我按 P。基本上，如果说你没有任何一个这个是所谓的范围，就是要输出的范围。所以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如果我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输出范围，我只要点它按 P， 然后它会自动帮我去去把那个范围列出来 ，OK， 去把它标出来。那在这里呢，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点这个，
那这是要干什么呢？是基本上就是我要让我自己知道说，OK，我这个是 BGM，我知道这底下是有写，但是这也是一个工作上的流程，就是我在这上面，我点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这边写说 menu BGM。OK，这是 menu BGM。那当然，我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些轨道都看起来不同的颜色。OK，我在我之前的影片有讲许多关于这个以颜色来去辨识轨道，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OK，所以我这边就随便先，记得不要选到任何一个东西。OK， 好，如果你有选到任何东西，这边就会显出来一些资讯。那我点别的空白地方的时候嘞？那这边就会写说 no object selected，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被选上。所以这样子，我改这个轨道的颜色的时候嘞，这轨道颜色就会直接改成我要的颜色。如果我点了任何一个东西，然后我去把它改颜色的话，它不会优先去改轨道的颜色，它会去改你所选择的东西它的颜色。OK， 所以切记。就是不要选到任何东西，所以我点在空白的地方，我点这个轨道，然后我就选择任何我要的颜色。OK， 所以它会呈现蓝色的。然后这底下也是一样，我就选任何我想要的颜色都可以，都没问题。OK， 所以是不一样的感觉。All right，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脚步声。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嘞，我可以因为脚步声有很多。所以我也可以做另外一种标示，就是这样子。我可以点不是点我可以点这个 position，OK，然后这边呢，我就写 first step，OK，然后呢，我这边因为 first step 来说的话，我尽量尽量让它 mono，OK，就是 mono track，然后我就建立一个新的audio track。然后 mono， 然后我这边就写 footsteps，all right。但是这里 footstep 我要再多加一个资讯，就是这边我就写 dirt 就是踩到泥土啊或那些之类的 ，all right。所以照样，我这边还是一样可以改一下同样的颜色。OK， 那我们就回到 Wise 去看一下。OK， 所以现在我们回到 Wise 这里面嘞，我们先要找出来就是那个小男孩跑步的声音，所以小男孩跑步声音，我们就直接到 Voice， 然后在Voice， 然后一开始应该踩的应该是应该是草，所以我们大概 play 一下。但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游戏设计里面，里面的音效啊，游戏音效设计里面，它的音效，如果我们讲说 footstep 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种 footstep，我们不会只有用一个，我们会用很多个把它丢进去，所以可以让就是像 Wise 这个引擎，它可以 random， 就是随机去选择哪一个，所以在跑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不会是一样。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像说我们就这样子，然后它这里实际上有分两种不同的first step，什么意思呢？一个是 toes， 一个是 heel。那 toes 嘞，基本上就是你的脚离开的声音，你的 heel 是你踩下去的那个声音。我知道听起来是蛮复杂的，我不管无论如何，现在什么3A 大作或有的没有之类的，要想清楚它里面的音效的细微太多了，所以它会把它分开来。就像如果人跑，突然间停，所以它会有跑的音效，以及停的音效，也许还有脚收起来的音效，这些有许多
要看游戏制作人会怎么去做。OK，那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先修改 footstep 就好了。OK，好，我们不要去想这么多，Right？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1、2、3、4，所以我们这样点2下好了，点这边，然后这边会有1、2、3、5、8，这是他们自己的那个什么，所放进去的不同的，所以它应该就是总共有1、2、3、4、5，总共有5个。OK，好，所以我这边一样照样就是大概听一下 ，All right，好，那我们来试看看怎么换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试看看怎么去换脚步声。所以我现在回到我的 Nuendo 里面去，OK，然后还是一样，我的 Nuendo 要确认好一件事情，就是一样 Game Audio Connect， 然后要确保它有连接到 Wise， 所以我就大概点一下这个，确认一下，然后回到这里面去，然后你就看到这边会有 Step Hill Grass 01，OK， 好，先确保它选对地方，OK， 好嘞，那所以我这边先到这边来，然后我就直接去把一些声音叫进来，所以 Alt+2，那为什么我说 Alt+2？那是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设定的快捷键，所以我这边可以先把它抓进来。然后这边你全部选起来之后，因为我全部都要摆在同样的轨道，所以一定是 one track， 所以我点 one track。OK， 所以这些就是我所选进来的音效。OK， 我把它稍微分开来一下，然后我看一下外时是需要多少个，就是多少个1、2、3、4、5。1、2、3、4、5，OK， 所以不过这个部分就是也秀一下，另外 Nuendo 有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功能叫做 Randomizer，OK，Randomizer，所以假如这样子好了啦，OK，假如说我没有6个，假如说我的 first step 大概只有3个好了。OK， 好，或者是我觉得这些它听起来都很像，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这个特别好玩。我刚刚所讲的 randomizer 就可以协助到我们。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一下哈，我先在轨道上先挂个 randomizer，OK，那我先挂一个好了，我就先放一个在这边好了啊，然后我这边先把它 mute 掉。我就让 copy， OK， 就大概 copy 个4个好了。OK， 那目前为止我们听起来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为什么我讲游戏音效里面，光是跑步或什么之类，光是简单的脚步声，我们不会只有一个。OK，所以在这里我就简单先在点一下进入到这边音色，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在这旁边 inspector。如果你没有看到 inspector， 那是因为你这边可能关掉了。OK， 那在这里 insert， 我就直接点它，然后我这边就打 randomizer， 然后就出现这个 plugin。然后这个 plugin 基本上它可以帮我去把同一个脚步声去换不一样的感觉声音，所以我们可以先稍微听一下。OK， 你是发现到奇怪了，前面3个都没声音，然后后面才有声音，那是因为这边的设定，这边有个 timing 的话，我们把它改到0或1。如果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它 timing 它会 delay 更多，也就是说它不会依照
上面所摆的位置出声音 ，OK， 它会给它有 delay 的感觉。那通常这个不会用在脚步声，这通常会用在如果说是像说一个环境或什么之类的，你不需要去 care 它有没有什么 timing， 你只要它有不一样的话，你会使用到它。所以这个部分我把它先改到0，先听一下。OK， 我也可以把它改到1，然后嘞。OK， 那我这边还可以说 pitch， 看它的中间的变化会不会比较大。Impact 我不希望它那么大了，因为 Impact 它会多加一些低频进去，所以我会把它改小一点。Color 的话没关系，Color 就是让声音它会实际上会去变动你每个声音的它的音质，也就是它会稍微调一下它的那个 EQ， 所以一样照样我们就说大概听一下。OK， 好，那你听过来那个声音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先把它关掉。OK， 都一样，把它开起来，然后 pitch 变一下。OK， 把它改小一点。OK， 好，所以它会去变动。OK，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就这样去做。那不过那是因为这是挂在这上面，我们不要挂在这上面，我们希望能够针对每一个声音档案去做一个调整。OK， 所以很简单，我们就直接我先把这个先取消掉 ，No effect，Yes discarded， 就是把它取消掉。然后我就把这所有都选起来，然后我就按 F7。F7 嘞，这个叫做 Direct Offline Processing， 就直接在这个 Event 我们所谓的音块上面去做调整。所以在这里我直接按 Plugin， 一样去叫刚才的 Randomizer。Randomizer 是在 Other 里面，然后就找个 R Randomizer， 然后这边就直接 New Version。OK， 然后我这边可以按这里去听一下。那我这边可以稍微放大一下给你们看一下。OK， 然后我先暂停。然后有没有看到它这个音波？我把它放大一点，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它看起来不一样？我再来一次哈。调一下哦。OK， 然后它的音波就会变，所以我们听一下这个感觉。我们先把这关掉。OK， 好，会有一些少许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感觉。那不过嘞，在这里我比较都会建议啦，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摆，如果说真的，如果你有2个的话也不错，也很棒。OK， 所以你看我也可以说是把这个先把这些都取消掉，取消掉直接这样子 F7 圈起来 F7， 然后嘞这个 plugin 这个地方。把它 delete 掉，delete 掉，你看它的音波又回来了。OK， 好，我这边关起来，一样照样先删掉几个，然后丢上去几个，丢上去几个，差不多这样3个吧，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再 copy， 然后再 paste 到后面，一样全部圈起来 ，F7， 然后到这边来。Plugin Randomizer 在 Order 里面 Randomizer New Version， 光是这样子它就开始变动了。你看，光是这样就开始变动了。
OK， 好，这边我就按直接先把它关掉，然后你就看这些部分就已经是跟之前不一样了。那我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把每一个 OK， 把每一个丢进去，把每个丢进去。所以一样照样，我点它按 L， 然后这边按 P。不过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这边尽量让它的重低音小一点，就是踩下去的力道小一点。我们可不要说一个小男孩，然后跑得跟怪物一样，咚咚咚咚一样。OK， 好，就给它小一点，它的重低音抬下去的声音，然后让它闷一点点，闷一点点。OK， 这样子我去做整个轨道的话，它们全部都是 OK。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把它丢上去，一样照样我这边 Alt 加4 Event， 然后我这边一样一定要有 Channel Setting， 选择 Channel Setting， 因为我有改过 EQ， 然后这里 BGM 我就选择Food Steps Grass 01 OK， 然后我就直接做 Export。但是在做 export 之前，先确保是不是有选对，不然等下 export 不知道 export 去哪里。所以我点它 ，OK， 我点这个 Grass 有 one，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在这里点 F2 Control C， 用它原来的名字也 OK。好，放这边，然后 export。OK， 然后这边就是 import。Alright， 然后以此类推，一样照样，就是总共要有5个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照样以此类推，然后就把它丢进去。第二个一样照样 P， 然后这个其实就不用再按 L 让时间轴过去，不用了，你就直接点它按 P， 然后一样照样 Alt 加4。然后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一样照样，它是 Grass 02，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02 Export Import OK， 然后这个一样 F2 Copy 到这边来，然后按 P O 加4 O 加4都是我刚刚所设定的那个快捷键哦。OK， 好，然后这边03 Export。Alright， 照样一样，就是能够让每个都这样子丢进去这样子。OK， 一样照样。OK， 那其实基本上你已经知道我在干嘛了。OK， 然后就剩最后一个。一样按 P O 加4，然后copy 到这边来，贴上去 ，export，all right。然后你们看到还记得吗？这边上面这些上面都是蓝色，还记得哈？所以我点它按 Shift， 然后再点底下按右键，然后做 Convert 动作。Convert 动作，他们现在就是变成是白色的，一样照样，你每做任何一个任何改变啊，你都需要到 SoundBank 按右键，然后到这个 Generate SoundBank for Current Platform， 但是这边底下会有个叫做 All Platform， 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因为 Wise 它是给不同的平台，不管是 Xbox PS 或者是Switch 那些那个安卓，然后以及那个苹果的，它都有这些 platform 在这个里面。不过因为目前为止我用的是 Windows， 所以我就直接就我 current platform 就好了。
OK， 然后就直接按 Close， 然后这边就可以先关掉，先小化，然后一样 Run Limbo。然后就开始玩你刚才所放进去的音效。Alright, OK， 所以基本上都已经 import 进去了，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其实是蛮好玩的。这里面其实你可以去改更多，可以大概更了解多一些。如果你想要更知道说里面有什么样子需要小心的话，其实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这里？这里有 documentation， 我们可以点它 EN，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它里面的就是所准备给你的说明书流程，这边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有的没有之类的。OK， 好，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讲到的最后一堂的游戏设计，然后也非常非常开心各位可以来看这个影片。好，然后嘞，我希望就是说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嘞，都可以在底下留言。那我这边看到了，我必定一定会回的。OK， 好，我不是讲的不确定，我非常确定，我一定会回的。OK，All right， 所以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and peace out。